朋友们，今年3家旗舰手机芯片中的最后一位，高通终于把他们新一代的骁龙芯片给端上来了。那高通这一次啊，真的是一上来就整了个狠活儿。先不说性能如何，光是它的这个名字，就给我们先来了一个下马威啊。这次芯片啊，名字叫做骁龙8 Elite Gen 5。是不是满脸的黑人问号呢？啊，高通的意思呢是骁龙改单数名字之后的第5代旗舰平台。反正不管名字是啥，我们最关心的肯定还是这个新平台的性能和能效嘛，对吧？啊，那我现在人已经来到这届骁龙峰会的现场了啊，但是新机的能效啊，包括处理器的这个各种改进，我们都已经测过了啊。所以呢，这期视频啊，就和大家来好好聊一聊这个第5代骁龙8 Elite 好了，再给大家用这个 QRD 的工程机简单测一个能效啊。那等过一会儿又会很快有这个零售真机的视频带给大家，那么一起来看一下吧。这一代的骁龙8 Elite Gen 5啊，是继承了前代的基础设计思路，同样2个自研超大核加6个自研能效核组成的8核 CPU。超大核第3代 Orion L 核心，能效核是第3代的 Orion M 核心。虽然官方并没有公布它的架构细节，但我们还是逆向看了一下它的这个设计和前代有什么区别啊。这次 CPU 主要的架构变化是来自它的超大核，在前代表现已经很不错的超大核基础上呢，进一步做了架构调整。首先前端解码单元从上一代的8宽设计进一步加到9宽啊，整数寄存器的深度也有所增大，也进一步的提升了峰值预测能力和进一步微调了调度器的这个队列深度。但是它的整数6个 ALU 还有浮点4个 FPU 的后端规格是和前代保持一样的。看得出来啊，高通这一次在超大核上的这个架构调整，主要也是在提高它后端执行单元的利用效率。这样的架构更新呢，算是稳扎稳打吧。我也比较期待这一次超大核这个实际表现怎么样啊？但是能效核的部分啊，这一颗8 Elite Gen 5就没有什么大的惊喜了，整体架构依然延续了前代的风格。这颗核心的定位是比较接近 ARM 的 A7XX， 也就是现在的这个 C1 Pro 的。4宽解码加上4个整数 LU、2个浮点 FPU 的设计，就是一个很典型的现代能效核的规模吧。考虑到拿工程机测能效也没什么说服力啊，这2种核心的 spec 能效呢，我们就放到真机上再来给大家揭晓好了。我估计你们很快啊就能看到这个视频了。缓存部分啊，8E5的 CPU 缓存依然延续了前代的整体设计，超大核簇跟能效核簇分别共享12兆的 L2 缓存，并没有 CPU 专用的 L3 缓存。这个设计思路和苹果的 A 系列芯片如出一辙，再加上8兆的 SLC 就构成了 CPU 部分可以访问的所有缓存了。那我们这一次也是找到老朋友开出了8E5的 Die Shot， 那这个就是8E5的一个芯片内部的结构了。如果你把它和8E 放在一起啊，你明显就感觉这个差别好像并不是很大呀。封装尺寸都和前代保持了相同，而 Die Size 呢，从前代的124平方毫米只是略微增加到了126平方毫米。超大核的面积比前代稍微大一点点啊，但依然是各家超大核里面面积比较小的那个。而且从Die Shot上呢，你就能看出来它整个后端执行单元的大小几乎是没有任何变化的，这也印证了我们前面逆向分析的结果。那 CPU 部分最大的改动就是新增了4组独立的 SME 单元，这个也是今年新加入的特性了。当然你们肯定也知道，这 SME 除了加速部分应用之外呢，也可以大幅提升 Geekbench 6的单核成绩啊。那能效核的主要改动也在于其独立的 SME 单元，并且能效核的后端设计上倒是有明显不同的。你可以看到核心内部是有一些区别的。优化好后端设计对于能效肯定是有帮助的，这一点我们在测玄界的时候就已经跟大家科普过了。那 GPU 方面，这一颗新的 Adreno 840 GPU， 你可以看到它还是3组 Slice 的规格，而最大的变化来自 GPU 缓存，从前代的12兆增大了50%，来到了18兆的缓存，并且这个 GPU 和 NPU 之间啊，这一代是有了硬件级同步，它可以直通了。对于需要异构协作的场景，就可以降低延迟和降低内存读写的开销，毕竟直通之后就不用频繁去访问内存了。除此之外，这一代 GPU 在架构上，据我们所知，应该没有什么特别大的进化了。好，稍微聊了一下架构，那么应该大家最关心的还是实测的能效表现。在零售机的视频出来之前呢，我们就先拿工程机 QRD 给大家简单展示一下好了。首先 Geekbench 6工程机可以跑出单核3846分，多核12546分。这个单核虽然还是打不过苹果的 A19 系列啊，但是它打赢发哥的9500是没有什么问题的。相比前代8E的提升也不小了。而多核则是问鼎了今年手机最强 CPU。那么多核能效上又怎么样呢？至少在这个工程机上还是挺猛的。相比8E明显迭代的同时啊，也是轻松可以干翻天玑9500，和苹果 A19 Pro 是不分伯仲吧。高功耗段还比它强一点点啊，不过这个峰值功耗也是完全拉爆了，这冲着20瓦去了呀，这显然不是一个正常手机能够跑到的功耗了。
光看前面的常规能效段，815的工程机还是挺不错的啊，就是不知道零售机会是个什么水平啊。以及还是提醒大家，这一代 CPU 在 GB6 里的提升呢，有很大一部分是归功于 SME2 指令集的加入的。实际性能到底强多少，就拿到后面的零售机跑了这个 Spec 2017之后，你们就知道啊。GPU 的情况我们也跑了一下 SNL 的能效，尽管 GPU 低频比起9500和 A19 Pro 似乎没什么优势，但中高频在这台工程机上面呢，815似乎是可以打过这个9500的零售机的啊，就是不知道815的零售机还能不能延续这个表现啊。反正这样看下来啊，3家的 GPU 能效其实今年还挺焦灼的，结合低频能效来讲，你很难讲谁家是有非常明显的优势的。虽然马上就要解禁零售机了，但我们也简单在工程机上测了一点游戏看看啊。奔铁非常高972P， 平均59.5帧，整机7.3瓦，比起前代的8E的表现确实强很多。明朝864P， 平均59.4帧，功耗5瓦，至少工程机比上一代的零售机功耗是低了不少的。王者120帧极致，整机3.4瓦啊，王者这种低负载游戏功耗应该是很难再低得下去了。那这一期对于 QRD 的前瞻上说，更多还是给大家好好了解一下今年骁龙8 Lite Gen 5的架构变化呀，还有规格上的改动，对吧？至于性能能效的实测呢，我觉得还是以我们最后零售机的这个表现为准吧。感觉这一次的815更像是稳扎稳打的一代啊，就是其实并没有什么特性上的大升级，大家也都看到了隔壁天玑9500那个稍微有点让人失望的实测，对吧？我得说，高通其实这一代只要不翻车，稳扎稳打一点，它也已经能够赢发哥了啊。至于赢不赢得了苹果呢，还是有点悬念的，这个我们就等到零售机上再来揭晓好了。那么以上就是这期前瞻内容了，期待一下零售机实测吧。我是云飞，这里是极客观，我们下次再见了，不见不散，拜拜。